吗？那电焊条，那夹什么东西？这一支叫电焊条，啊，电焊条。那电焊条的上面老师画黄色的地方啊，就是类似你看起来像铁丝那样的一个金属棒，啊，要夹在那个金属棒上。等一下各位练习的时候，你没有夹对、夹错地方，你就没办法顶。然后这个金属棒的底下，它会包覆，外面有包覆一圈的焊剂，啊，包覆一圈的焊剂。所以当你把材料放在这边的时候，那这个材料是铁材嘛？那铁材放在这个金属的工作台上，所以它们彼此都接触，所以材料本身啊，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就好像是负极，那这边是正极嘛，对不对？所以正跟负之间啊，当他们产生接触的一瞬间，然后呢，你把它稍微再拉开。在这个很小的间隙里面，彼此之间它会形成一个电场。那这个电场啊，在这种高压的电场下，这个稀薄的空气啊，它就会离子化，所以这时候就会瞬间就会放电，就会产生电弧。那这个电弧的温度啦，大概高到1000度左右。所以温度很高，当然它这时候它就可以把金属的表面呢，就会把它溶解。那同时也会产生强光，所以这个电弧它温度很高，然后它又有很强的这种光线，所以各位在操作的时候，记得不要用你的肉眼直视。你要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拿这个护目镜。护目镜当然像这一个是新的，它这里还有手把，其实也不需要手把，一般我们就直接这样拿着就好。不管你怎么拿，反正你就是这里这个镜片啊，你眼睛就是躲在里面，然后看这个黑色的镜片。那这个黑色的镜片透光率几乎是0，透光率几乎是0啊，很接近0了。因为那个光线太强了，所以你一定要用这种黑色的玻璃来看。那你在产生电弧以后，你这样看着电弧了，你就会发现这个电弧呢，有一点像。有一点像绿色的光哈，你们等一下自己去体验。好，一定要用这个看哈。所以，假如说你是旁边的同学，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找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护目镜的遮罩那上面要有镜片上面没有镜片不能用要拿来你可以站在旁边这样瞄一下练习看。好，所以刚才有跟各位讲了一件事情，你电焊的时候，它最主要能够焊接，就是因为它能够把金属的表面融化，然后它融化的过程中，这个焊条上面的焊气就跟它融在一起，就会产生新的一个，就是产生新的一个焊接，就是焊接之后的新的一个新的架构新的材料架构组合所以那个产生的这个焊接的那些，我们说它的轨迹是一个很硬很硬的一个材质。那这个材质比材料还要硬。你用手工具，你可以把这个铁材可以把它锯开。你用手工具要把这个有焊接部位的地方，你要把它锯开会很困难，相当的困难。所以这个各位要注意到。
那所以说，比如说以后各位用做钳工，你有机会拿操作那个钻床啊，用钻头，你也不要去钻那个有焊接轨迹的地方，知道吗？因为你钻不下去，你只会把钻头弄坏，这样懂不懂？好，这个是先跟各位讲的。那今天各位要做的就是引弧。好，所以各位今天当然你还没有做的时候，你可以轻轻松松的站在旁边等啊，或者是看啊，或者是你要说滑手机，老师也不反对啊，因为老师没办法一次叫30个，几乎30个同学同时下去做，而且老师的做法，老师会，我们就分3组嘛，啊，那每一组老师会请一位我们的所谓的带头的组长，啊，那老师会先把这3个组长教好，那他们教会以后，组长再带领你们每一位组员，实际上去做引弧的动作，这样的话，我们的效率会比较高，就是说时间上，可以练习到的同学会比较多了。如果每个同学都让我带哈，你们后面会等很久，对不对？1个人教跟3个人教，跟4个人教，那个速度一定不一样。好，所以老师要先跟各位讲。那在工厂事实上就是要这样做，不然任何设备也许都只有2台、3台或者5台，那人数30个、50个人。如果采用这种比较多的小老师的方式，那当然就可以大家可以学得更快。那老师把他们教会，他们自己体验到的心得，他就会传承给后面每一个同学。透明的毛玻璃。我刚刚在装的时候，外面这一片是透明的毛玻璃，那里面这一片是黑色的透光力很低的黑玻璃。那外面装毛玻璃最主要是因为有时候你在电焊的时候，那个甚至熔渣，有的人太认真了，他可能会低下去看，所以那个熔渣是在喷，就会喷到玻璃，这样懂吗？好，所以外面一般我们会加一层黑色的毛玻璃来保护。OK， 那现在各位看这个这个关键。这个是各位今天要做的练习，引弧，引弧练习。那我们就是要让各位产生电流。那现在今天做的是定点的引弧。针对你，比如说这块铁材放在工作台上那各位可以先确认。这一支焊条那个等一下跟你们动作都有关系上面是裸露的金属部分焊夹要夹在这个裸露的金属的地方，然后底下这一段呢都有包那个金属都有外面都包一层焊剂，甚至到最底端。那所以最底端它的金属如果被焊剂都包覆住。你想要引弧引不出来，因为没办法导电，知道吗？没办法导电所以你要操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确定它能不能导电。你要先确定，它跟材料之间可不可以导电？也就是说，你要先确认底下是不是金属端有一点点可以露出来。那你在这个露出来的金属它就可以跟底下的铁材接触。那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引出电流。好，那我们现在讲电要引弧怎么引你手像这样拿着，握着这一个焊夹，那这边大概保持大概差不多60度左右就好，大概。最主要是你要能够引的角度，然后你把这个焊条呢，就轻轻的这样往下点一下，往下这样点一下。那点一下，你要手要放得很轻松，点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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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看到老师好像在这边绕圆圈？
这是做的很夸张哦，但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就是那个弧度就很小，是感觉，就好像说哦你在摸自己的皮肤，知道吗？啊，因为我如果比得很小，你也看不清楚啊，所以现在要告诉你啊，就是要把它放大，放大那个弧度，啊，甚至你也可以先这样摩擦，其实你在摩擦，它就在跳动，啊，就在跳动，啊，你就会看到有火花。你们看到有火花的时候要很高兴啊，因为这个角度可以隐。啊，如果你这样在磨都没有火花，代表你会很失望嘛，因为你永远引不出电子嘛。啊，所以你要这样稍微磨一下，你就是哦这个角度有火花，代表底下的金属端它可以接触到材料，知道吗？好，所以点一下，然后好看这个夸张的动作。第一步就是往下接触，第一个步要接触到材料，再来轻轻的弹起来，顺着那个那个摩擦的力量，轻轻的弹起来，然后再压下来，记得一定要压下来，而且要压得越低越好，但是永远都不要去接触到材料。啊，就是说这样，啊，你这样弹下来，对不对？这是夸张的动作，然后再压下来，压得越低越好。为什么？因为你压得越低啊，这个间隙越小，它产生的电弧效果温度越高，所以你要把金属表面融化，去做焊接的效果才会出来。啊，所以间隙要越小越好。如果那老师跟你讲啊，你间隙大一点，可能还是有电弧啊。可是当你移开以后，等一下一看，上面就像什么？就像你的脸，也许有微微的一颗一颗的粉刺或者是痘痘，那个就是根本就没有把金属表面融化。那个只有可能就是焊剂上面的焊条上面的金属融化。结果呢，喷洒在这个表面，好像洒水一滴滴的，那个就彻底的失败，知道吗？所以各位在练习的时候，这个拿起来要再压下去，能够压得越低越好。但是就是不要去摸到，因为摸到会怎样？摸到就粘住了，你的焊条就跟金属表面就连接在一起。你就没办法焊的啊，也拔不起来，知道吗？那在这里先跟你讲啊，粘住以后，当你发现粘住，不要紧张，你一发现粘住哈，赶快像我这样转一个角度就拉起来，因为它刚粘住的那时候只有一个点的接触。那你如果赶快就把它转一个角度，那个点数就脱离了，所以你就可以拉起来，拉起来就重新再试，自己再去抓感觉，不要抓个不会粘住的感觉，不会粘住又有电弧的那种感觉，这个你要真的去动手你才能够体会得到。就像我跟你说啊，你很喜欢摸自己的皮肤嘛，你都会很轻轻的摸，对不对？但是就是不能够去接触哦。你们就是要去抓那个，很手要放轻松的感觉。那抓到电弧以后，好，在最后讲，我们就要过去那边了。产生电弧以后，因为这个焊条跟你在用铅笔一样，铅笔用了以后，笔芯是越用越短。你要写字，它越来越短的话，所以你一定要往下压嘛，你笔尖才能够接触到所以说可是我们又不能摸到所以你在焊接产生电弧以后，这一边会一直消耗掉，消耗掉你就会发现说，这个间隙又变大了，变大，你如果不理它越来越大，然后呢电弧就断了，你又要重新引，那要怎么办？
所以你在工作的时候产生电弧以后，你要随时有一个感觉，一直往下压，一直往下压，一直往下压哈，就是让它的间隙一直保持那个，尽量保持很小很小的间隙。当然你这个因为焊条越来越短嘛，你就一直往下压，它焊条它一直消耗啊，一直消耗，消耗到焊条大概剩差不多差不多7公分、7、8公分左右，你就不要了，那个焊条就把它丢掉。因为那个焊条太短啊，各位要记好，当你工作到最后，剩下的焊条只剩一点点，只剩一点点那么短，你还要做，当然是那一瞬间你还可以工作，问题是产生的电弧温度很高，知道吗？它这个温度太高，会伤到你的焊夹，会把焊夹也都烧黑了，甚至你的手套。你戴手套也会觉得越来越烫，所以这样比较危险。这样记住了哈。来这边要记好哈，大概摩擦下去弹起来，再压下去，然后再来就要一直往下保持很小的间隙一直往下轻轻的压，不可以让它间隙变大。记得工作的时候，这边一定要有很小很小的间隙，越小越好。你就是不要摸到就好，好吧？各位到后面去。